韩国选手赛上恶意推搡中国小伙，小伙当即霸气回怼，上场之后更是满场追着他暴打，实在解气。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登场的选手。哎呦，这家伙蹦蹦哒哒的啊，他就是韩国选手崔斗浩。接下来出场的中方选手正是我们的中国小将啊，赛前被推搡的李国庆。国庆呢这一次确实受了很大的委屈啊，确实很生气，因为来到这个韩国比赛啊，没有想到韩国选手，不尊敬我们，而且还推搡我们啊，让我们滚出韩国，更是直言称我们中国人呢不配和他打比赛。哦呦，观众朋友们啊，这韩国的举办小姐就是不一般啊，头发都是带色儿。就是不知道这个脸啊是不是原装的。好，比赛开始，来看一下，红色短裤是国庆，那黑色短裤则是韩国选手崔斗浩。对方的崔斗浩，他是一个韩国的摔跤冠军。国庆在国内的话，他是主攻散打和丢搏击，那可能在地面上有点薄弱啊，但是呢，薄弱不代表没实力。双方一上来打的都是比较谨慎呢。观众朋友们，对方韩国选手，他在干什么啊？一抽一抽的，可能是在这个跳大神儿。哎呦，这拳打晃了。可以看到国庆的这个重拳啊，还是很有威力的。韩国选手很赖皮，这个时候是拿到了一个上位的把位，但是他不敢砸拳。 체력소모가 많아서는 안 되는 부분이 있는데 그래서 양쪽 세컨에서 계속 호흡해달라는 그라운드 20초 경과 이야기를 해주고 있습니다. 我们可以发现国庆的胸口呢纹了4个字啊，纹了纹身。那这个4个大字呢，就是“虽死不败”啊，意思也就是说呢，就算死也绝对不会投降。好，双方首位回到站立。 서로의 장점을 좀 볼 수 있었던 경기 초반이고요. 从侧面上来看，双方的身高差距和臂展差距还是有一点的啊，对方明显要比我们高。最后的1分钟时间，这场比赛我还是比较看好国庆啊，因为呢，很多时候啊，我们中国选手如果在擂台上碰到韩国选手和日本选手，观众朋友们打的都挺狠。 哦，对方的拳法很烂，他不敢打连击。哎呦，国庆慢一点儿，刚刚这一拳啊，差点把自己抡飞了。哦吼，双方刚刚也是在互相挑衅对手。 시간 얼마 없습니다. 킥을 좀 던져보려 했던 손지훈. 10초 전. 윤선 선수는 가드를 좀 올릴 필요. 最后的10秒钟。 好，比赛第1回合结束。那可以看到国庆在第1回合的表现还是不错啊，因为今天呢，我们毕竟是客场作战啊，所以说呢，在擂台当中啊，多少还是有点紧张啊。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换得很快，哈哈，韩国美女确实不少，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啊，都不是原装的。好，这一波的话，国庆是打翻了对手。 那对方的韩国选手崔斗浩呢是第一时间扑了过来，哎呦，这个大力的抱摔啊，可以看到对手的这个力量还是有点猛的。但好在国庆这个小伙应对能力， 움직임이 썩 좋아 보이진 않았습니다. 而且这个拳啊打得比较凶。 나오기 힘들어요. 요령이 또 있잖아요. 레슬러들만의 또 요령이 있기 때문에 압박 자체가 달라요. 레슬러들의 그 압박이.
1라운드가 이렇게 마무리됐습니다. 지금 이길수 선수 잠깐 오픈 핑거에 왼쪽 손가락을 잠깐 만지는데 나간 것 같죠, 손가락? 살짝 좀 다친 것 같습니다. 네. 복서들이 MMA 데뷔하면 엄청 많이 손가락을 다치거든요. 아, 글러브의 사이즈 차이가 있기 때문에. 好，比赛进入到今天的第二回合，看一下国庆赛第二回合会有怎样的表现。对方的韩国选手呢，我们也发现了他的特点啊，那打拳是非常的弱，几乎是没有连击啊。那但是在连击啊和拳击这一块，国庆打的就很好， 커버링을 좀 올리고 速度也很快。 해야 될 것 같습니다. 계속 이제 哎呦，你看看啊，最少2拳。 왼손잡이기 때문에 혹시 2점이 더 많은데 2점을 살리지 못하고 있습니다. 자, 태클 시도. 国庆稳住， 자, 태클 성공. 다운. 对方的话是一个摔跤冠军啊，在地面上还是 제가 要小 보기에는 心。 시간을 끌 것 같습니다. 30초 동안. 교착 상태가 좀 이어지고 있습니다. 자, 근데 아까 태클 허용했을 这个时候 때보다 좀 国 더 庆 여유가 只需要 생긴 做好 이길수 防守 선수입니다. ，应该就 다리 不会有 빼야죠, 问 이길 题。 선수. 네. 다리 다칠 수도 있습니다. 击， 자, 리킥. 자, 밀어냈습니다. 손준 선수는 이제 앞으로 나가야죠, 레슬러인데. 네. 连续多次的前手摆拳打的都很准啊！国庆的这个拳法，我们确实要比对方强很多。 아, 근데 손지훈 선수도 좀 티는 안 내려고 하고 있지만 아까보다는 좀 호흡이 거칠어지고 아, 있습니다. 이길 선수 킥을 썼어요. 네. 오, 마찬가지 오케이. 킥. 자, 이게 많이 벌어지고 있습니다. 두 선수 모두. 사실 지금 두 명 다 굉장히 힘들 거예요. 그렇죠. 자, 일단 KG 중앙 쪽으로 다시 들어와 주고는 있습니다. 서로 무기가 강력한 게 있기 때문에 서로 이렇게 섣불하게 못 들어가고 있는 것 같아요. 아, 그렇죠. 네. 자, 원거리에서 잽. 앞손. 자, 킥 뒤쪽으로 빠져주면서 哦，裁判是终止了比赛，那很明显了，是双方打的有点消极。我们还好，我们国庆呢打的是比较主动的，而对手却打的畏畏缩缩的啊。看看是不是要给黄牌？哦，蓝牌警告了，观众朋友们啊，打的消极。除了2次抱摔以外啊，这小子几乎是没打拳。而我们国庆呢还是比较积极的啊。好，双方比赛继续，第二回合还剩1分钟的时间。 거리가 좀 멀긴 해요. 이건 이길 선수가 도망가면 이길 수 있어요. 2점을 뺏겼기 때문에 이미. 이길 선수는 안정적인 운영을 하면 이깁니다. 아, 네. 이미 2점이 감정이 됐기 때문에. 이길수가 이길수. 아, 네. 아이고. 왼손 카운터. 걸렸습니다. 国庆连续的重拳打得非常的凶。哎呦，这一下就 이길 선수 저거 당하면 이제 숨 막히거든요, 이제. 네. 对手控单腿，但是比赛时间啊所剩无几了。而且国庆这时候控住对手的双臂啊，控得很好，也不给对手一个砸拳的机会。 공격을 많이 한 것 같아요. 탑 파이트 클럽 때보다 확실히 그 부분이나 뭔가 방어적인 기술이 좀 많이 익힌 상태인 것 같습니다. 네. 파운딩도 못 치게 왼팔 딱 감고. 그럼 이길 선수는 이제 점 好，哨声吹响，比赛第二回合已经结束啊！对方韩国选手，观众朋友们啊，已经是完全没有了赛前嚣张的那股劲儿。这场比赛国庆赛拳法上的表现很出色啊，几乎是吊打对手。大长腿，观众朋友们，哈哈。推荐我们中国选手呢多多来韩国打比赛啊，确实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啊这个一饱眼福。当然啊，在国内肯定更好了。我们中国的美女那绝对是要比这帮韩国棒子强。那毕竟吃泡菜，再美也美不到哪儿去。这场比赛可能在摔跤和地面上我们国庆有点吃亏，但是在拳法上是占据了绝对性的优势。前2回合我们来看的话，很明显了是国庆拿下了比赛。那不知道第3回合的话，能否继续把优势扩大下去？ 선수의 아주 직한 경기가 묵직한 경기가 좀 기다리고 있어요. 무제한급이고요. 자, 이길수 대 손지훈의 3라운드입니다. 마지막 경기. 마지막 라운드. 마지막 라운드입니다. 마지막 경기. 마지막 죄송합니다. 第3回合 네 也是今天 아, 的 그렇죠. 경기에 또 재밌다. 最后1回合了。 자, 태클 시도. 对方韩国选手开始主动进攻了，他知道啊，
如果继续打下去，那这种消极的状态，那他获胜的可能性就是0了。那如果现在搏一搏，可能还有机会。毕竟在韩国打比赛，裁判的也是韩国人。断头台有没有？我错。李国庆连续的中击，这手被네. 스프로 수비를 해내는 이길수입니다. 이길 선수 또 이제 버티겠죠. 对方的韩国选手，观众朋友们啊，比赛到现在不知道您查没查啊？反正我简单的查了一下，出拳次数啊不超过20拳都不到。这个比赛啊，被他玩成了摔跤比赛，而且还摔得不咋地。 네, 아예 이제 적극적으로 태클을 하겠다는 마인드를 갖고 있는 손지훈 선수입니다. 자, 사이드로 돌아주는 이길수. 이길 선수는 이제 여기서 이제 마무리만 잘하면 이제 이기는 거의 경기거든요. 네. 아까 그 태클 나올 걸 예상해서 어퍼도 좀 많이 심어줬었던 이길수인데요. 자, 손지훈 입장은 흘러가는 시간이 좀 야속하게 느껴질 수 있습니다. 큰 훅을 한번 휘둘러봤었던 이길수. 손이 많이 내려가 있는 손지훈. 약간 좀 태클을 하면서 체력 소비를 많이 한 것 같습니다. 자, 키커를 살짝 짧았고요. 1분 13초 남았네요. 네. ARC만의 룰입니다. 30초 룰. 그리고 원래 경기장보다 좀 작아요. 사이즈. 1분 전. 자, 로켓. 比赛还剩最后的1分钟了，国庆今天也是稳操胜券啊！如果说不出意外，最后的50秒，攻击，后手的精准打击还是很准。 손지훈 선수 원래 스타일이 가드를 안 올리고 하나요? 파이트 클럽 때도 그렇게 했습니다. 자, 킥을 마주 뻗진 않았고 원초. 两连击 자, 也是非常有质量。最后的20秒了，国庆看起来还是想再拼一拼啊，看看能不能 KO 对手。 유효타들이 나오기 시작합니다. 확실히 타격이 10초 전. 아, 사이드로 빠지네요. 쫓아가면서 왼손. 아, 시간이 얼마 없습니다. 혹시 타격의 영역에서는 이길 선수가 훨씬 잘하는 모습 보여주네요. 네. 자, 好，没有错，哨声吹响，比赛结束。那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没意外了啊。这场比赛我们国庆应该是能够拿到最后比赛胜利。对方韩国选手一脸懊恼，贼眉鼠眼。这场比赛可以说是我见过韩国选手打的最烂的一场比赛了啊！原来韩国格斗竞技就这水平啊！说句实话啊，和我们中国呢，现在来看啊，相差了真是10万8千里都不止。 好，让我们恭喜国庆。好，咱们下期视频。妖刀魏睿暴打日本拳王，不料打法过于凶狠，当场打废对手，吓坏裁判。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场十分精彩的中日对决。首先出场的就是我们的中国选手魏睿。 魏睿呢，今年34岁，外号是五虎荣耀之一的妖刀，也叫日本人杀手，曾经在日本拳坛称霸5年。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快准狠，拳法和腿法都极具杀伤力，进攻和反应速度也都十分的惊人。现在回国也是想为国出力，但是日本人依旧是穷追不舍，想要拿回日本的冠军金腰带。那么这次魏睿的对手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日本选手东本央贵。 东本央贵今年31岁，绰号是百战百败，曾经多次来华，大概每半年就会来一次中国，从来都没赢过。他这次扬言要夺回属于日本的金腰带，干翻魏睿，这个勇气确实可嘉啊！好的，让我们闲言少叙，第一回合比赛正式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身穿红色短裤的就是我们的中国选手魏睿，而身穿黑色短裤的则是日本选手东本央贵。 我们可以看到，双方选手根本没有进行试探啊，直接进入了对战模式。
我们这个魏睿确实是快准狠，这一拳就把东本洋贵打倒在地了。我们看一下东本洋贵能不能站起来。东本洋贵站起来了，示意自己没有受到什么大伤。会是日本人杀手啊！这个一上来他的进攻欲望就很强烈。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魏睿的进攻挑衅啊，这个东北洋贵的进攻欲望也变强了。但是我们的魏睿并没有着急，反而是转为防守，寻找自己的战机。别看这个东本洋贵号称百战百败啊，这个扛击打能力确实是强。哎呦，魏睿这个节奏抓的是非常好，直接让东本洋贵打到了蓝边。但是东本洋贵的反应很快啊，很快就挣脱出来了。好的，随着裁判一声敲铃，第一回合比赛结束，第二回合正式开始。这个双方延续了第一回合的作战方式，这个战斗欲望都很强。哎呦，这个东本洋贵的下盘不是很稳呐。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在第一回合的时候，这个我们的魏睿体力保存的非常的好，相比之下，这个东北洋贵的体力消耗就很大了，应该可以在第二回合我们看出一些端倪来。看来我们的魏睿已经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本场打法，就是瞄准对方东本洋贵的下盘，因为东本洋贵的下盘是非常弱势的。魏睿这种找节奏的打法让东本洋贵非常难受啊！我们可以看出东本洋贵是一个非常喜欢大开大合那种打法的这种选手。非常漂亮的一套近身组合拳，我们可以看到东北洋贵已经被打懵了。
好的，第2回合比赛结束，第3回合精彩继续。不过前2回合的优势体力保持，我们的魏睿现在体力还是很充沛啊。但是相比较之下，这个东北洋贵的体力消耗是有些大了，底盘显得很虚。现在面对东北洋贵，我们的魏睿完全就是重攻击，持续的打击对手。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东北洋贵是非常的难受，比第2回合还要难受。这几轮正面，东北洋贵没有占到任何的便宜啊，反而吃了我们的魏睿好几记重拳。这个又是一个选手，挺多的赢。对，赛当兵，出手摆拳非常直接。哎呦，非常快的一记重拳啊！我差点都没有看到，东北洋贵直接倒地了。我们看一下他还能不能站起来。哦，看来东北洋贵确实这个抗击打能力很强啊，又一次站起来了。但是这样的机会在之后可就不多了啊。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的魏睿至少在点数上已经完全胜过对手了。好的，随着裁判的敲铃，第3回合比赛正式结束。我们来看一下裁判的最终判定结果。最终的冠军就是我们的魏睿，让我们恭喜魏睿赢得本场比赛的冠军。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注意看，擂台上2个婀娜多姿的美女正在相互较劲，谁也不愿意轻易松手。这里是越南最火爆的女子摔跤比赛，前来参赛的女选手个个肤白貌美，大长腿。如果让你和2个美女摔上一场，你是否愿意呢？好，观众朋友们，又到了我们雅俗共赏的越南女子摔跤比赛啊！那这个是我们最喜欢看的节目之一了啊。首先，这个比赛的魅力在我看来在于呢，前来参赛的女选手啊，第1点都很漂亮啊，第2点都很美丽啊，第3点呢都很动人。好，比赛开始。本场比赛由小红对战小白。我对越南的天气啊不是特别了解，我记得这个地方应该是4季都很热。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这里参赛的女选手都很白啊，有的白得吓人。当然，这场比赛也不例外了啊，2名参赛女选手这个都很白。比赛规则非常简单啊，如果把其中一个人啊摔到双肩着地，直接判定获胜啊，其他的摔法都是加分。当然了，这都不重要啊，重要的是看2个美女这个相互博弈就可以了。今天的2个参赛美女啊，很明显她们都是非常的强大啊，这个我比较支持小红多一点。好，小白，这是一个抱单腿摔，小红危险了。
很可惜啊，没有摔倒。小红再一次发起猛攻，双腿摔，拿后背之后想做一个提抱摔。我非常建议我们国家呀，我觉得也可以举办这种活动啊。这个如果有这种活动，我第一个报名啊，哪怕是让我一个摔2个，我觉得都没问题。现在2位美女都没有得分啊。这个比赛我觉得非常费腰啊。我们看2个女选手呢。摔跤比赛都是这样啊，必须先弯个腰，也蛮辛苦的。小白抱单腿摔，但是小红呢平衡性不错。据我观察，这2个美女，观众朋友们都能生儿子啊！这个不出意外，都能生儿子。好，摄像机刚刚的还不错啊，摄像师加鸡腿儿。今天的摄像师啊相当不错，晚饭必须给他加上2个鸡腿儿。哦，这个裁判非常不讲究，赶紧躲开，我们不想看你鞠个腚。好，转身拿背啊！看这种比赛真是雅俗共赏，一种享受。好，该截图截图啊！这个别怪我没提醒各位啊。2个美女战况很焦灼，目前为止啊都没有成功得分。实力水平呢都差不多，2人身材也都差不多。我说这是体重啊，体重都差不多。好，没错，镜头拉近，啊，何止夹鸡腿啊？我觉得这个涨工资啊。小红抱单腿摔，要推出界外，推出界外啊，最低是加1分。之前在评论区有人说呀，说这个如果换成一场相亲比赛啊，和这里的美女摔上一场，摔赢就被娶回家。观众朋友，我觉得啊，这个想法是好的。那如果真上擂台，还真未必能摔得过她。这帮美女别看她很娇弱啊，个子不高，但摔法都很强。小红拿住了小白的后背，双手勒住了2筒。哎，这里是小红把小白又推出了界外，再加1分。但是现在分数啊都不高啊，需要领先8分才能获得胜利啊，或者像我们之前说的啊，把对方摔到双肩着地，这个可不好摔啊！双肩着地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摔法，要把这个人呢给拎起来啊，或者给摔翻过去。总之没那么轻松。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更喜欢看这个女子摔跤，还是喜欢看男女摔跤呢？
我都很喜欢啊。哦，小白劲儿不小，但还是踢不太动啊。没错，摄像头非常精准。双方真的是非常的强大啊！好，再一次退出系列赛，再加1分。现在小红呢是3分领先，但距离胜利还差5分啊！好，撅头摔，没摔动，转身再一次拿背。把小白想要提抱起来，希望小红下手轻一点啊，有的时候看着比较心疼啊，有的时候勒得实在是太紧了啊，用力有点过猛。女选手之间啊用劲都比较猛啊，换做男选手的话一般会连哦穿裆摔法。可能待会儿没有看清楚啊，小红一个穿裆摔法把小白摔到双肩着地，赢得了比赛。哇，这个力气非常的大啊！好，最终的结果，小红获得了比赛胜利，不负众望。好，比赛到此结束，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张伟丽被老外打得鼻血不止，一怒之下连砸30多手，当场打废对手，吓坏裁判。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登场的选手，他就是来自于巴西的拳坛悍将玛利亚·桑托斯。这个家伙这场比赛也是有备而来，杀气冲冲。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中方选手张伟丽闪耀登场。这场比赛，张伟丽是东道主，我们是主场作战来迎战对方的玛利亚·桑托斯。好，可以看到对方的玛利亚这个家伙赛前超重了啊，所以说被我们中方裁判扣掉1分。这也代表着这场比赛会更加精彩。为什么？因为你超重之后呢，扣掉的这1分很重要。如果对方的玛利亚·桑托斯和张伟丽打成了平手的话，那么最终的判罚肯定是张伟丽获胜啊，因为张伟丽呢是有着1分的优势啊，对手被扣掉了1分。那据说对方的玛利亚·桑托斯很不服啊，他说我们中国的这个秤，观众朋友们，这个不准啊，为自己这个减重失败找借口啊，所以说扬言说今天要这个打废张伟丽啊，来报复我们中国。哎呦，对手这脑回路确实挺清晰的。好，比赛开始了。那今天的比赛是3回合的赛制，每回合5分钟的时间。对方赛前超重，比张伟丽呢重了1.7磅，大概是不到2斤。哦呦，对手的胳膊确实是长啊。要小心对手的这个换拳。但是张伟丽是练习泰拳出身的啊，有很多关注他的朋友都知道啊，所以说在抗击打能力这一块还是非常的到位。好，这个时候的张伟丽呢是保持一个8连胜的战绩，而且8场比赛，观众朋友们都是 KO 对手。张伟丽今天一上来打的还是比较的稳啊，因为他知道对手来头也不简单。哎呦，这一下！可以看到张伟丽的地面处理很好，没有给到对方玛利亚·桑托斯太多的机会。这场比赛之前呢，观众朋友们啊，对方的玛利亚·桑托斯是刚刚在北京站啊打赢了一名中国选手啊，所以说赛前他称我们中国选手都是病猫，他一拳就能打翻一个。哎呦，巴西选手也挺爱吹牛的。
哦呦，这一下不过年不过节，对方跪下了。张伟丽这时候还是用腿法去控制这个距离。我们有句俗话说得好啊，一腿顶3拳。连续的踢腿呢，要破坏对方桑托斯的这个进攻节奏，要不然对方的这个远距离的把控跟点刺，确实对于张伟丽来讲呢，非常的不利。况且这场比赛，张伟丽呢还要比对手少了1.7磅。男子比赛那种味道啊，对，拿好防御啊，防御一定要拿好。出腿的时候啊，手要抬高，因为很可能对手会我硬吃你一脚，然后还你一拳。对，就打你这个迎击。对。你看，对方哦，你看，果然就这意识啊。对方桑托斯非常符合巴西选手的一个特点，打法都是很粗糙，但是进攻啊很凶狠。哎呦，要小心！小心啊！最后的1分半。这手臂实在是太长了。对，当你在判断的时候就会有问题。连续的踢腿把控距离。因为他在判断，对手他还要想到自己的。张伟丽今天是很难得在战力上吃了亏。哦，漂亮！哎呦，这里张伟丽也是有点上头了，想和对手去拼拳。对方的头啊，被自己的肩防得不错。对，张伟丽不是，张伟丽站架还是不太一样，偏正面一点。对。哎呦，这个全吃！对手的身高臂长优势实在是太大了。最后的40秒，哎呦，差一点。这个拳真好啊！对啊，把自己这个身材的这种优势完全给打出来了。好，可以看到张伟丽的重拳呢很难去抓住对手。张伟丽并不是说没有重拳，而今天呢是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打中对手。对手也不和你拼，最后的5秒钟。哦呦，这里真的是虎口夺险！哎呦，这个时候确实是非常的惊险，因为张伟丽刚刚呢已经是很明显晃了啊，在比赛最后一刻。那这个我们平心而论呢，这个哨声啊确实帮助了张伟丽一把。对方桑托斯啊，刚刚有人往矿泉水往胸衣里边倒啊，这个啊可能是一种传统。这场比赛第一回合张伟丽是打的比较艰难啊，对手呢身高臂长，包括体重呢都是有优势。我们张伟丽是身高1.63米，臂展165，而对方的这个臂展呢达到了惊人的1.76，那这个差距确实太大了。当时张伟丽接对手挑战的原因啊，只有一个啊，就是因为对手呢侮辱我们中国人是病猫，忍不了。哎呦，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今天的美女时刻啊，大眼睛双眼皮儿，还是非常不错的。好，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第2回合的表现。那现场的这个裁判啊，托马斯冯，那这个家伙的裁判风格呢是非常的好看啊。双方选手只要不出人命，他轻易是不会叫停，所以说今天也不会例外。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张伟丽多次被重击啊，他并没有叫停。我们来看一下张伟丽第2回合会不会改变战术。很想往里进啊，但是对手的把控确实是太远，而且张伟丽这边的鼻血已经被打出鼻血了。哦，近身拼拳。
看一下双方的这个龙边对决呢，张伟丽的力量还是有优势的，所以说打贴身作战啊，应该是不输对手。小心啊，小心！不要再换前手了。对，张伟丽的头部啊，确实有点不太。哎呦，这里直接将对手拖入到了地面啊，这属于生吃对手。对方喜欢把控距离，而张伟丽现在不给他距离，我们来近距离的接触。缠得很紧，对，注意啊。好，地面砸击。对，小剑桑德斯也有种啊。对方桑托斯虽然说来自于巴西，但是他的柔术很弱。看看能不能压进去，腿甩开。张伟丽现在这个鼻血啊，对，对自己影响很大。哎呦，又进入到地面，可以看出张伟丽今天是不想再放过对手了。但是对手的双手已经搭扣，但是位置，看起来并不是特别深。连续砸击，这位置夹的并不是很死。对手的鼻血也被打出来了啊！但张伟丽的这个鼻血啊，哎呦，观众朋友们看着确实很心疼。现在应该没问题了。对，压头，找机会抽腿。对，右手，肘击，腿抽出来了。好，侧面，对。好，张伟丽终于是拿到了一个可以砸拳的位置，但是选择了砸肘。这的锤击，肘击，砸击。肘尖砸得很深啊！对手已经完全不反抗了，裁判还是不叫停。这个时候如果再砸下去，好，让我们恭喜张伟丽啊！如果再砸下去，观众朋友们，那就是只可能说呀，可能要殡仪馆的车可能要来了。好，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张伟丽，今天也是完成了一个翻身仗，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翻身仗。那在第一回合呢，面对全面劣势的情况下，在第二回合呢，终于是抓住了一个机会。而且这个战术的制定啊也非常好，那这也是归功于他的教练团队，确实啊非常出色。好，果然一个人成功的并不是偶然的。好，让我们再次恭喜我们的中国女拳王张伟丽斩获了这场比赛最终的一个胜利，很精彩，而且也是以绝对性的一个优势把对手的眼睛啊给打爆了。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刚刚的终结回放啊发生了什么，一肘两肘。我的天哪，张伟丽这个时候没有选择砸拳，因为他知道对手的防守很死，那打拳是打不进去的，所以说选择了砸肘。哇，台下的观众已经看嗨了，那我相信屏幕前的您看的也很过瘾。好，让我们再次恭喜张伟丽，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听说明天我的对手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在我眼里就是一帮矮小的东亚病夫，还是让他准备好遗言吧，因为明天我会一拳打死他。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看到的是一场中韩大赛的发布会现场。哎呦，这个家伙要干什么？他故意来找茬。可以看到场面非常的混乱，这是一场重磅级别对局。现场的保安都有点拦不太住。好，这场比赛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韩对局啊，由我们中方选手大名鼎鼎的功夫熊猫奥日格勒对战来自于韩国的选手黑帮大哥金在勋。好，想必赛前你也看到了啊，对方的韩国选手太猖獗了。他表示说今天啊，他知道啊，明天他的对手是奥日格勒。他表示要奥日格勒呢先写好遗言啊，否则一会儿上了擂台呢没时间写，因为他会一拳打死我们。这个家伙，观众朋友们啊，放狠话他没输过啊，但是打比赛他也没赢过。好，比赛开始了，看一下呢，穿着黑色上衣的这个家伙啊，就是韩国黑帮大哥金在勋。奥日格勒比赛开始就示意对手放马过来。
这是一场超重磅级别对局啊，也是被称为这个稍有不慎啊，就会被一拳打到魂飞魄散的级别。确实啊，因为你看奥日格勒啊，300斤将近400斤的体型，对方想摔。那奥尔格勒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他的战绩啊是未尝一败，他也是我们中国大级别选手中最猛的一位。这个金在勋难道是疯了吗？他竟然想压制奥日格勒。这个角度我们就很明显了啊！虽然说双方呢长得都很壮，但是放在一块儿，观众老爷，这个明显奥日格勒的肚子啊，也就比他大很多。连续顶膝。对方的这个金在勋啊，观众朋友们，我要说一下，真的是很猖獗。他表示说，我打拳击赛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解手瘾，为了合法化的打人啊，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黑社会。观众朋友们，这真是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奥尔格勒一上来还是比较稳的。虽然说比对手壮啊，但是没有贸然去进攻。对方也是不太想跟奥日格勒打，这时候奥日格勒已经开始休息了。本局比赛3回合的赛制，每回合5分钟的时间。奥尔格勒的拳并不是很准，但是观众朋友们，我们只需要打中1拳就可以了。看一下奥日格勒的龙边压制。要说一下这场比赛的举办地点呢，在韩国的首都啊首尔。对手想走，但是奥日格勒的这个体型啊压在他的身上，几乎是没有走的机会。连续击斧。奥日格勒的这个肚子啊，这一走路来，观众朋友们都在颤抖。哎呦，对手被逼急了，王八划水。观众朋友们，这个拳法叫王八划水啊！你可以看到打了5拳，1拳没中啊，就像这个王八在水里边游泳一样。最后的1分钟时间。连续的击斧，这个角度对于奥尔格勒来讲呢，他的重拳啊发挥不出来，但是这个打击频率还是非常够用的。这场比赛的台下观众呢，据说啊来了500多号人啊，都是这个金在勋啊，现在挨揍这小弟啊，他们说表示要支持自己的大哥。最后的时间，奥尔格勒还在找机会，还是需要热身。奥尔格勒第1回合的表现呢，打的并不是特别激进，很稳。那对方的金在勋啊，这个家伙也不再翘2郎腿了啊，也不再这个推搡啊和嚣张了。原本啊在赛前嚣张的观众朋友们，原因是因为身边有人啊，他知道有人会拦住他，所以说他很嚣张。然而到了擂台之后啊，等真章的时候，这个家伙却怂的
啊，确实像一条丧家犬一般。好，稍作休息，看一下奥日格勒在热身完毕之后呢，比赛的第2回合会有怎样的一个精彩的表现。 그걸 어느 정도 읽는다면 파악을 했다면 어퍼컷이라든가 다른 공격을 또 들고 나올 수도 있습니다. 경계를 해야 되겠고요. 네. 2라운드입니다. 김재훈 선수의 2라운드. 김재훈 선수의 세컨 쪽에서는 아우르거러가 지쳤다라는 이야기를 해줬습니다. 같이 체력을 사용할 수밖에 없는. 哎呦，这个家伙在干什么？在和空气进行这个打拳啊，在躲空气。 2라운드 시작했습니다. 好的，费特比赛第2回合。 달라진 건 굉장히 여유를 보여주고 있는데 급하지 않게 경기를 이끌어간다는 게 哎呦，对方金在勋很急。 상당히 발전한 성장한 모습이라고 평가할 수 있겠습니다. 아우르거러입니다. 你别看奥日格勒胖啊，但是奥日格勒非常的灵活，他是个灵活的胖子。 좀 끌어들이는 걸까요? 네. 자, 오버핸드 훅은 잘 통하진 않았었습니다. 各位观众朋友们，您认为奥日格勒今天会在第2回合 KO 对手吗？ 这场比赛奥日格勒很明显啊，他就是在玩耍对手，打的并不是很激进啊，估计呢是想多折磨对方一会儿，给对方希望啊，让对方感觉能打败自己。果然啊，奥日格勒这个还是懂点孙子兵法的，杀人诛心。 哎呦，这里奥日格勒看准机会。 KT 쪽에서 시간이 지나고 있습니다. 글쎄 해주고 있습니다. 아우르거러의 집중력이 좀 떨어질 때를 노리는 것 같거든요. 네, 好，那前2回合呢，两人打的相对来说是比较的枯燥，但是接下来第3回合，观众朋友们啊，千万不要眨眼。奥尔格勒在隐忍了2回合之后，第3回合的表现，一上来连续重击，哦，高边腿踢倒了，连续的砸击。裁判还在看，还不叫停吗？400斤的肥腿压在对手的身上，对方的韩国黑棒大哥如同丧家之犬一般。哎呦，让我们恭喜我们今天的中方选手奥日格勒进行了3回合的苦战，最终呢也是凭借彪悍的铁拳啊，我们不玩了。这场比赛到底打多久啊？这完全看奥日格勒的心情啊，他想打1回合就是1回合，想2回合就2回合啊，这是我们的实力。只有真正的强者才可以主控比赛啊！那观众朋友们，您觉得我这句话说的没问题吧？好，这场比赛的话，奥日格勒在和对方韩国选手的对拼当中呢，虽然说前2回合打的相对来说比较保守啊，那当然了，那常在河边走，还是要小心不要湿了鞋。好，这场比赛对方的韩国黑帮大哥也不狂了，二郎腿也不翘了，他也不再嚣张了啊！我们的功夫熊猫奥日格勒狠狠的给他上了一课。哦，这小胖奥日格勒确实也是勒个够呛啊！好，这场比赛让我们再次恭喜奥日格勒啊！那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的精彩回放。这波应该是先打了一个顶膝，这一下站不太稳了哦，最终是一脚踢倒。实际上这个时候就应该叫停了，但是裁判呢给了对方韩国选手一个机会但是我更多的感觉呢对方的这个裁判啊，应该是想让奥日格勒多打他一会儿啊，估计他也很讨厌这个韩国选手。果然啊，韩国选手在全世界都不遭待见啊，更何况今天还是一个美国的裁判。好，最终恭喜身披红旗的奥日格勒啊！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十字过，十字过，不要啊！有机会，值了，我值了。
中国特种兵一招倒挂金钩的锁技震撼全场，瞬间就把对手的手臂当场掰断，吓傻裁判。好，我们注意看视频当中正在出场的选手，便是我们中国特种兵当中的精英——金刚战狼樊荣。樊荣在部队里的时候就屡获战功，战功赫赫啊！在退役之后啊，他依旧选择了为国争光，在格斗擂台迎战嚣张的老外。在部队里的时候，他每天挥洒着血和汗为国争光，结果退役之后，他依旧挥洒着血和汗水，继续为国争光。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中国人啊真正该粉的偶像，这才是真正的明星。樊荣的外号叫金刚战狼，但今天我们看樊荣的对手，浑身的体毛非常的浓密啊，尤其是胸毛，因此他的外号叫做狼人。好，一场重磅级别的综合格斗规则中塔大战马上开始。两个人很好分辨啊，有胸毛的是塔吉克斯坦的选手索勒哈，对方29岁，经验丰富，打法老练。樊荣呢，毕竟是当过兵，所以说在身体素质上啊，包括他的持久性啊、耐力性都很好，观察力、洞察力都很强，所以说他来到这个格斗界呢，我个人感觉是降维打击。就好比你让一个博士生去做小学生的题，说大材小用有点过分，但都是为国争光嘛，为国争光不分是大是小。哦，一个摆拳是靠这种重击来打。樊荣最近应该是增强自己的这个站立技术。这个大级别的较量啊，这个双方的拳腿都很重，是，所以说呢，有时候可能比赛的结束就在一瞬间，眨个眼儿。这个垫步顶膝对于自己的膝盖长度比较乐观了。现在两个人一直都还是处在这个互相试探的这个阶段。对，樊荣能够成为特种兵呢，也是受了他家庭的影响啊，他的父亲、他的爷爷都是军人出身，所以说他是一个妥妥的红三代。所以樊荣他自己也曾说过，他毕生要追求的事情，那就是为国争光，这才是真正的明星啊，观众朋友们。好，我们回到比赛，可以看到一上来呢，两个人的交手并不多，因为这里是重磅级比赛啊，稍微打到一拳或者一脚啊，都有可能会 KO， 都很小心。而且樊荣的步伐也很灵活，对方想摸到我们，哦呦，后手打中了。刚刚这一下明显是有一定的头部位移。樊荣圈对方的头，有机会可以拖到地面，但是对方呢，毕竟是经验更老练，但是我还是能感觉到他现在还是有些晕。好，进地面了，上位，哇，齐称位，疯狂的砸拳。樊荣做了身体三角，脚上的扣搭好了，这个裸脚应该没了。樊荣的左手不能浅，对，好，拿背了。刚才是其实差一点掉了，哎，又一次进去，这个不行，没有，不行，太浅。樊荣要调整一下自己胯部的位置，击打对方的腹部，出手还是在还击。现在对方是这个位置并不是非常的正，所以樊荣的手有点不够。樊荣已经把胯调整过来了，我觉得可以找机会了，有机会。胯还需要往自己的左上侧再移一点。我直接升药了，直接来呀！打好这个扣了吗？我们看看，没有，这扣没有打好。现在樊荣所展现的一些招式啊，都是在部队里学到的杀人技，但他并没有用全力，比如说掰对方的脖子，他没有用寸劲儿。如果一个寸劲儿的话，可以把对方的脑袋当场拧断。但当然了，这里是综合格斗，这里不是修罗场啊，这不可以动杀手的。裸脚到什么程度对方算输呢？裸脚到对方受不了啊，对方拍手投降，我们就算赢了。但很显然，这个索勒哈他的经验很丰富，虽然说处于劣势位置，但防守还是非常到位。因为毕竟这里是第一回合，体能还是很充沛。如果现在是第二回合，对方就很难守了。
再说应该是往自己的一侧去倒。如果对方把体重放在你身上是不容易的啊！骑乘要骑乘，被对方翻了，被翻了，踢开，哇！地面砸拳，我刚才那个地面砸拳，我感觉一身冷汗啊！真是啊，差半寸。好，现在双方的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我们注意看，哇，左边选手先发制人，没错，他就是特种兵繁荣。现在红色裤衩处于上位的便是塔吉克斯坦选手索勒哈，对方不仅是体毛浓密，他的抗击打能力也的确是有点恐怖，整个体重砸到对方身上，还好也就是繁荣这身板。繁荣现在想做手臂吗？小心。那我们看，其实进入到地面之后，他的进攻方式倒是一般，防的还行。繁荣回到开放防守，我们看要怎么做？要做下劈吗？哇哦，这一下哦，这个势大力沉啊，太可怕了！这个要多砸几下就晕了。这个三角脚，哎，太滑了，太滑了，这是身体上的汗还是比较多，天气比较热。那刚才那下想起了谁嘛？想起了《隋唐演义》里程咬金的3板斧头一招劈脑袋。对，这一场比赛繁荣的确是有点危险了啊！虽然说他的身体硬件非常的不错，但他毕竟是刚打综合格斗，刚打拳击啊，所以说对比赛规则呀、比赛节奏都不是太熟悉。而且据说在这场比赛之前，繁荣仅训练了2周的时间，就草草的来参加比赛了。与其说这是一场比赛，那对于繁荣来讲，我觉得更像是来临时的打一场合法的架啊，来打架的。我又一拳，做腿了，做腿了，哎，站起来就有机会了，刚才蹲在地上是没机会的。繁荣有点反向了，这个不太好发力，扣住了对方的一条腿，就是不好发力。这现在已经其实被对方过腿了，已经被过腿了。繁荣现在只能逃脱了。来过来，回到拳防手，小心啊！对方地面砸拳很凶的。是。拳防正好给对方一个测量距离的尺子，对，反正在这个位置我只要抡拳一定能打到你。实际上，在退役之后选择打拳击继续为国争光的人啊，还真不少。在繁荣之前，还有一位老将叫做周志鹏，周志鹏就很厉害了啊，血战过波球，战胜过克劳斯，迎战过很多国际名将。这个角度我们看，繁荣一个腿部的木村锁，一个三角掰对方的手臂。看来繁荣的话，这个锁技还不错呀。三角脚，脚上的扣没搭住。又要站又要抡了，繁荣小心！看，这是做好的准备了啊！你看又一下，哦，这个还是刚才你那句话，这也就是繁荣这体格啊！哎，又要蓄力了，繁荣小心！还好，那是一个佯装蓄力。对，这个大量的时间在被对方压制。对。蝴蝶扫没成功，十字过，有机会，直了，拉直了，拍了，哇，观众朋友们，这是一个压哨的终结，因为比赛马上结束，而且还是一个难度系数非常高的倒挂金钩手臂十字固。我觉得这招恐怕是有柔术高手或者像繁荣这种身体条件非常好的人才能做得出来，太不可思议了。好，让我们恭喜这位我们中国的英雄特种兵繁荣获得胜利，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啊！好，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